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很惊讶，因为这题目似乎不应该再被辩论啊。可是我后来想了一下，是有可以被辩论的地方。百邦尼说，他在追求男生的过程当中，最高兴的就是他追到了一个人，那叫做他自己啊。如果有男生跟我说他追了一辈子女生，最后他只追到他自己，我会哭，就是你太悲惨了，就是你追了50个女生，最后你追到你自己啊！我已经把他抓过来打一顿。就是那个故事在刚刚百邦尼讲的时候非常美好，可是万一拿到追人家的例子里面来，是很可怕的例子，就是不能够只追到自己啊，追到自己太可怜了，这是第一个。然后胡天宇站起来讲了一个什么呢？他说：“我谈恋爱的时候，我要滴到尘埃里，最后从尘埃里面开出一朵花来。”你知道这是谁说的吗？这是张爱玲。你知道张爱玲的爱情故事有多悲惨吗？你讲了一个爱情故事非常悲惨的人所说的他对于爱情的见解，要拿来给天下的女生做建议，我觉得这太危险了啊！为什么女生不适合追男生？女生太专。我们反方有讲了，说男生是掠取者，我们是猎人型的人，所以男生看这只兔子跑掉了，他赶快转眼看那边有没有一条路可以追，有一只鹿可以追的话，追那个鹿；追不了这路，这边有一只野猪可以追，追野猪。他是猎物型的人，可是女性是什么？女性是养育型的人。女性为什么那么专情？因为女性就知道，哦，我肚里怀了一个孩子，我要专注的把他养好、养大、照顾他，因为他很珍贵。所以女生雌性是被设定为养育者。汉勇哥讲了半天，那个最后那个语气当中落点的时候，对女性好有歧视哦。什么叫女人只能生养、养育、定位？在场的七八们，看七八的怪八们，都听好了，我们不是生活在远古时代。当我们每次谈个话题还谈到男女平等的时候，其实，当我们每个社会有这个词汇特别流行的时候，其实根本没有平等，这平等压根就不存在，只是我们用这个男女平等好像有一个目标一样。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跟男女平等没关系，而且这个话题能抬到桌面上来，因为是我们在21世纪。也不要用远古怎么举例啊，捕猎呀，什么女人的正常生殖啊，这都不具说服力。我觉得现在就是当面对一个爱情来到我眼前的时候，机会的时候，女性有她自己表达的方式。从古至今，咱们看过多少啊？七仙女，她追的董永啊，对吧？白娘子追的那谁呀？许仙呐，看的你们还少吗？对吧？西方那个童话谁写的？是老爷们儿写的呀。因为老爷们在这种追求征服女孩，找一种存在感。我觉得面对爱情这个方面，因为我个人经历来讲，我跟甜甜有点像，我是那种飞蛾扑火的是。而且每次我追求表达的时候，我清醒了以后，我说哦，这个男人，当我没有表达的时候，貌似他是我的菜，我也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当我表白了以后，人对你们不感冒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哦，我这方面一点不具吸引力，对他。那我知道了，我再找下一个目标。我这个性感是冲给谁的？因为有的人就喜欢你这个性感，有的人就喜欢你这个胸小小的，有的人就喜欢你这个腿上长点汗毛的女孩，有的人就是怎么着了呀？说我一定要找到我那个。现在的女孩子太应该去主动去追了，千万别放弃在你眼前走过那个爱情。现在机会是越来越少了。好了，谢谢。我觉得听他们两个辩论，就是游走在这个感性和理性之间。你本来看到一个人庖丁解牛，把一个牛整个大卸8块全都摆在这儿了，突然之间金姐一说话，你发现这个牛原地满血复活，而且冲出去了。来，我们现场100位观众，你们最后的机会到了，我们要听听男神，经过我们这么多辩论之后，你听懂了多少？这不用站起来啊，站起来我怕你动手，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其实今天觉得男追女，女追男，是现在2015年是平等的，啊，本来，但是我刚才听完之后呢，我觉得，我们总结是讲一个东西 ，love， 爱。那爱是男追女，女追男，有所谓吗？有所谓吗？多美呀！还有你刚才你的情绪是非常好，讲完之后就带上哭那个
那个不是撞了，我知道我，因为你们刚才打，你是说快板的？因为那边说很多的太快，有一，完全听不懂。但是有一些牛偶尔跟老虎吃一下牛肉，老虎偶尔跟牛吃一下草，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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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一辈子个啦。我觉得小春哥最后的这个比喻还是很生动的，就是不管男人是牛还是老虎，或者女人是老虎还是牛，反正有的时候老虎跟牛一块去吃点草，有时候牛跟老虎去吃点肉，然后一吃来吃去，他们就在一起了。最后他们生了一匹马，然后反正他们也蛮乱的。不管怎么样，反正他们幸福的在一起了，是吧？好的啊，让我们最终凝固在这里看结果，反方胜出。不要做那扑火的飞蛾，而是成为那最明亮的烟火，成为一个灯塔，让那个男生乘风破浪过来到你的身边。女生啊，要利用自己的优势，你要把自己身上的魅力发挥的最大，不要低头，王冠会掉，勇敢的让情绪来追你就好了。不要逼到一个女生去追你，这件事情无关义务，无关责任，仅仅是一个男人的担当而已。这个题目反方胜出，我跟你讲，主要是因为常远坐在正方，惨不忍睹啊！这立场已经不重要了。大家好，我是人在江湖的 KK 康永。大家好，我是只手遮天的 JJ 金星。大家好，我是猛龙过江，龙争虎斗，战无不胜，胜者为王的艾马。我们就是江湖中传说的叱咤风云的古惑仔，再见。我们今天之所以有这么一个特别奇特丢人的开场白啊，完全是因为今天我们在座有一位男神啊，在我们所有人小的时候留给我们童年的很多噩梦和阴影啊，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男神山鸡哥陈小春。小春哥，你要知道，你在这个现场就是特别有人气啊！这个听说你要来，我们这个选手当中，有的人就已经就是热泪盈眶，比如像从来都不说话的那个如晶，对吧？你不爱说话，但没关系，你表达一下你对小春的感情是什么样的？啊？講白話 OK 啊，冇問題好啊，都冇問題。講咩咧？講咩咧？你想講咩咧？過過。害羞了啊！啊，你听听马薇薇的，人家马薇薇作为一个广西人，人家是不是？三基哥你好。哇！講普通話可以。講普通話可以啊。是沒問題。然後因為如晶私下有講過，他最喜歡兩個男星，一個係劉德華，一個就係你啦。康永哥在《康熙來了》上面有很多人會講廣東話嗎？很少，可是如果是像陈小春来的话，就让他唱歌。他们要开演唱会了啊，然后他们那几位都来过康熙，是吧？然后都喜欢讲广东话的，所以最后都唱很多歌。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就是来一个香港的嘉宾，其实在一个完全普通话的现场交流，还是会有。不知道他等一下会不会觉得，选手们讲话速度非常快。我听得懂，对，可以吗？我现在可以。我以前我早期跳舞的时候，去台湾跳舞的时候，就人家讲话，人家笑，人家陪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说太快，现在已经习惯了。今天请这个小春哥、山鸡哥到这个《奇葩说》现场来，是因为他在我们的童年当中实在占有太多的位置了。
你比如说我们马哥，你几岁？我24，啊，就是我5岁开始看这个啊。我是童星啊，你是那年你6岁。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找到了一张照片，当年，哇，哦，这是人在江湖的时候是吧？这个不晓得，这个不认识啊，那个不认识。就是有偶像包袱那种。对，那个就应该不在人在江湖，好像是在日本。在日本，人在日本的。對，能過江，能過江。嗯，是啊。係啊，冇錯。OK，但是你知道嗎？這個歲月啊，真的是無情。是。还是就左边那个人几乎没怎么变，还是然后右边偶像包这袱。岁月对你做了什么？我跟你讲，見那是化了妝啦。我也化妝啊，這個沒化妝。小生哥，你要化完妝還這樣的話，那真的是這化妝師是跟你有仇了，真的是。這個也許是英語來說叫 baby fat。哦，你叫 old man fat。我是老頭肥，老人肥，老人肥，讲得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我们就缺这一句。这样一个不说普通话的人，他用各种其他的语言，该损我还是没有放过。这个你等着，我也不会放过你的。欢迎你来到奇葩说。我们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这个冠名赞助商，真是有钱有势、有条有理、有型有款，都不如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谢谢有范儿。古力多燕麦牛奶赞助奇葩说，谢谢古力多，谢谢。今天在我们这个现场前排就坐，一会儿准备发言的，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丑恶嘴脸。除了我们认识的百邦尼、范甜甜和李如如之外，中间这位兔女郎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因为奇葩说进行到这个后半段，有一些人特别不服，刚好呢，我们选手之间撕了这么长时间了，也需要一些人来送死，所以呢，我们就请了一些相关的朋友。比如，这个经常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来自开心麻花的常远小姐。半夜走在马路上碰到一个女的长成这样，你真的是上辈子修了。常远，你为什么做此打扮？因为今天有一个小品要配合所以就打扮成这样啊。沈腾不来？沈腾这个艾伦来了，对。这个我都爆个料，因为常远在麻花就没演过男性角色，偶尔演的少，哪就没演过，他所有进麻花演的全是女性角色，是吧？对，他是根深蒂固的老本行了。对，嗨，也算是挑战吧。对观众绝对是挑战。两位请坐，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对面另外一位前来送死的啊。他是这个关爱八卦成长协会的会长马瑞。好的，那我们今天进入今天的整个这个第一个辩论题目。第一个辩论题目就是你们两位的那种无良表演吗？对，来吧，好吧，让我们忍住那个热烈的掌声，一点声音不出的默默送他们两个走到台上去。你看三个人一副默哀的样子走到了台上，太可怜了。来吧，给点掌声吧！哎呀，May I help you, sir? Yes， 你一定要 help 我啊！一会儿如果有一个女孩追过来，千万别说我在这儿啊！加油加油，扛住啊！怎么有女孩追还不好吗？真是的。服务员，干啥呀？你看没看见一个又高又壮的男的跑进来？多高多壮啊？就跟我一样高，跟我一样壮。没看见。没看见，不可能！我刚才就看他从这儿跑进来的。艾伦，你出不出来？
我跟你说，你要不出来，我就弄死他！艾伦，我跟你说啊，我的身体素质你是了解的，咱俩可不是没掰过腕子。你想想你那胳膊是怎么折的？我数3下啊，1、2，住手！轮儿，我好晕呐，我跟你说啊，你已经徒步追了我40多公里了，我已经跑不动了。那你也没必要抱我那么紧吧？我不管，我就要抱紧你，抱紧你，抱紧你。现在想跑我也跑不了。坐一说，坐一说，坐。哎呀，这个咱俩刚才追逐的过程中啊，我特意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臭豆腐啊，来，你尝尝。不是，这是酒吧吃臭豆腐不合适吧？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来，我喂你啊，来，我也吃。不错啊，要再臭点就好了。行了，没事，我先走了啊。哎，等一下。干什么？你刚吃完臭豆腐，嘴里一股屎坏了的味儿。讨厌！伦儿，那个，其实有些话我早就想和你说了。你看，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也算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比翼双飞。等会儿，咱俩刚认识2天，你这太突然了，你弄得我也没有心理准备。其实跟你说也没什么可准备的，我吧，我就是想和你说，我想让你嫁给我。你干什么玩意儿？那女孩能不能矜持一点？我矜持什么呀？你这到底嫁不嫁？我配不上你。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人家豆腐你都吃了。不是，这个豆腐和那个豆腐不是一个豆腐。不是，干嘛？来，山鸡哥，幸会，何东城，姑娘你好。咋了你们俩？他舔着脸非要追我，我就不同意。为啥？哥你能同意吗？同意。他是母的，你是公的。可是你看这怎么了？咋了？没问题啊。我看出来了啊，你是好这口的人啊。那行，我让给你了啊，祝你俩幸福，再见。喂！哎，这你怎么这样？我不是谁都喜欢你有对象没？你留步，咱俩聊会儿呗。坐。我看小心。行。哎呀，没想到啊，你口味挺重啊。你是唯一一个能坐下和我聊一会儿的人。你喜欢吃臭豆腐？哎呦，我也喜欢。尝尝热乎的。有菜没酒没意义是吧？没有意思。我喜欢喝酒。那你等会儿，我去马上拿酒。怎么你走得太突然？没办法，我拿酒啊。好，拿酒。好吧，走。你不是，你还回不回来？那是。哎，春哥，哎呀，同学们，你们说，女孩到底该不该主动追男孩呢？女生该不该主动追男生？所以非常神奇的，我们这边就3个女生，对方就是3个男生。你确定对方是3个男的吗？花溪、潇潇、艾丽还算男人了。还算是的。他们对面是3个女生，但是范甜甜，也不能说3个都是妹子啦，3个都是姐姐了。甜甜姐应该经常追男生吧？我没有经常追，但是我就是如果我真的很喜欢的话，我逮住就不会放手。我应该是那种，等一下，题目叫做“女生该不该主动追男生”，请我们在场100位观众。红蓝键来选择，正方女生该追男生，红键；反方蓝键，请开始。金姐呢？金姐态度，我觉得是应该的。应该，因为平等的嘛。对呀，就是小时候说的是平等的嘛。
现在已经是没有分什么男生是干嘛，对女生干嘛，只对，大了就平衡嘛，都是平衡的对啊。对对对嗯，那你求婚的时候为什么带了那么多人，在你当时的未婚妻面前哭成那样？你为什么不等他来追你呢？你觉得能吗？因为你壮胆啊，有一点壮胆，因为自己一个人去，我讲话结巴，又不太会讲话，又讲话，又不太会讲话。当时是一堆我的哥们一起进去我的家里面去求婚，对，就想好了，全部跪在地上，然后说你猜我们到底是谁求婚？一生求过几次婚？不是啊，没有过，没有过。你求过几次？我这经常不是这礼拜第4次，经常不要，一次婚姻这结婚就一次就好了。一次，你太太也是这么认为的吗？高永哥，意见，那应该是同心嘛？啊，同心，所以其实你的婚姻不是我们这个话题主要讨论的范围。但是你觉得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女孩可以主动追男生？绝对啊，可以，没问题是吧？为什么不可以？女生要不要追男生？康永哥，本来是想要说可以追，对啊，可是我觉得奇葩说会出了一个这么古老的题目，我很惊讶，所以肯定是大家有一些话要讲。那既然奇葩说敢出这样的题目，那我就试试看，站到我不太相信的那边去吧。哈，女生不要追，我想要今天辩看，女生不可以追男生。OK， 好，那现在是69比31。反方先开始，谁先说？又是你呀！先给大家听，有完没完？今天我们辩论的是女生该不该追男生。首先，我替我们这方解释一下，我们站的不该不是说女生没有权利去追，任何人都有权利做这件事儿，但我们只是不建议女生去主动追男生。为什么呢？一旦主动去追，就有可能被拒绝，而被拒绝就肯定会受苦。我们这边还是希望呀，这份苦由我们脸皮比较厚的男生来承担。当然，不是说男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强，没有啊，没有，只是男生2个字习惯被拒绝，而且我们还会拿拒绝调侃。举个例子，大家看过《灌篮高手》吗？《灌篮高手》里面樱木花道被拒了50次。每一次都是这个抢死，但是过一阵就好了，后面还有人放烟花礼炮呢，还开玩笑。但是赤木晴子被拒的话，我说可以拿樱木花道开玩笑啊，但晴子被拒的话，那就肯定不是这样了，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结果。那我自己说一下我当时高中吧，我高中的时候也被拒得特别惨。我曾经写过一份情书给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呢没有看，转过来走了2步就扔到垃圾桶里面了。当时我真特别想死，当着你的面儿，但就是走了2步，我看见他扔进去了，是吧？哇，那你能活到现在，真的是对，也是个奇迹，也是个奇迹，勇气可嘉。但是我2到3周之后渐渐缓过来了，后面我也自己调侃自己，我也挺二。别人写情书都是写的散文，非常美。我记得我当时写了一篇议论文，5段详细论证了跟我一块儿有多幸福。但我有一个女性朋友，高中同学，她主动去追，真的花了很多功夫。就一个男生被拒绝以后，2个学期都没有缓过来。所以男生被拒其实是一个非常久远的习惯，久到什么程度呢？远古时期，大家都知道，远古时期男性出去打猎，而女性呢是在洞口附近看孩子，并且采果子的。作为猎人的我们，看见猎物跑掉很习惯了。但是你说采果子的时候，你辛辛苦苦挑起个果子，果子对你说滚，我不要你啊，没有这样的情况。你怎么会有这种例子？是你赶紧给我跳到碗里了。因为谢谢。没办法，我这个下意识做广告啊。对，所以我就想说呀，就是男性被拒这件事儿一直都有。我们一直都是这么一种生物。刚才我说我给女生写情书，女生扔到垃圾桶里面，大家都笑我，对吧？哎呀，艾丽真二，太傻了，太无聊。但要是翻过来，一个女生给一个男生情书，
男生把情书当着女生的面扔到垃圾桶里面，大家会说什么？说这男的人渣、不要脸，一点都不懂得怜悯之心，禽兽，禽兽。所以啊，我们在想，这可能并不是所谓成熟力，也不是所谓的其他的平等不平等，只是简单的习惯问题。当然，对方会说没关系，就算受伤，我作为女生也要拼尽全力追这么男生一次。如果你真的想和那个男士在一起，引要比追好。我的建议就是。不要做那扑火的飞蛾，而是成为那最明亮的烟火，成为一个灯塔，让那个男生乘风破浪过来到你的身边，这样你们的感情才会更加稳固，像陈小春哥一样，一辈子一次就够了。非常感谢，谢谢。你是反对的？对，不要追，对，不要追。我们很高兴今天请来了一位外国朋友啊，所以艾丽的立论还是就是说要勾引要好于追求，对，是吧？手法啊，手法，手法，追的手法，注意手法哦，辛苦在现场的所有翻译啊。好的，那就该正方了哇，李如如。很多人觉得男追女很正常，女追男就会莫名其妙地扣上一个倒追的帽子，这就是一种封建思想啊！你在古代这么说其实很正常，因为那时候的男女关系就是男人是女人托付终身的对象，我们女人是要靠男人去养活的。那时候我们女人没有办法去养活自己，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主动追求男人，我们需要男人来主动追我们，并且我通过他们追来检验他们的真诚。他们追我的时候付出的越多，可能就代表着我嫁给他之后，他能给我的东西就越多。所以那个时代的女人是没有主动权的。所以如果女人那个时候主动，就失去了这么一个检验的机制了。但是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时代不同了呀，我们女人都是独立的。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事业，我们可以养活自己。就像范爷说的，我为什么要找豪门？我自己就是豪门呐，对不对？所以来到这么一个时代，谁养活我，谁能养我，这不是重点，我爱谁，这才是重点。所以说，我要找一个我爱的人，我碰到了我喜欢的人，我为什么不应该去追呢？是不是？现在是个男女平等的时代，我为什么就要做路边的花，等着你们这帮蜜蜂来采我的蜜啊？你们男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为什么就不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呢？我们是有主动权的，而且有时候我觉得，不让女生主动追男生，我觉得已经不是不公平了，反而是对女性的一种精神上的虐待和压迫。比如说，我今天我就喜欢上一个男生了，我就喜欢这个兔女郎，谢谢，我口味就是重，但是。你们说你不能去主动追他，那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我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可能我觉得这个女人可能还不如我。我相信这种百爪挠心的感觉很多女生都会有的。就像你看到你喜欢的食物摆在你面前，你特别想吃，但是你们告诉我不行，你不该吃，你就应该流着口水眼巴巴地看着，这就是一种精神的虐待。而且刚刚艾丽说，我追一个人，那如果我被拒绝了，我会很难过。但是我觉得这不重要，我就是要追。我喜欢一个人，我一不丢人，二不犯法，为什么不去追？你们可以想一想，等你们老了，想到你们20多岁的时候，你想的都是哦，我追过，我主动过，我爱过，可能我也被拒绝过，但是这一切都可以化为我嘴边淡淡的一笑。我不希望我回忆里全部都是错过、擦肩而过、失去过，这才让我真正的痛苦。因为在爱情里，我觉得遗憾比失败更加让我们难以释怀，所以我们就是要男女平等啊！我们的爱情观就是勇于追逐，我们的人生观就是不留遗憾。谢谢。阿西啊，今天先来说如如讲了2个点，第一个点叫男女平等。其实啊，如如错误的观念是，所谓的男女平等不是要让女生像男生一样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而是女生利用自己的优势去和男生做同样的事情，这才是真正的平等。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很奇怪的观念叫，如果一个女生她像男生一样的工作，你认为这是平等吗？这其实是最大的不平等，因为这是用男性的标准在规定女性。所以你说那个男女平等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概念。第二个概念，你说我们老
了以后会后悔，不追很惨，对不对？可是你不要忘了，我方的立场不是说你遇到的喜欢人你什么都不干，我们又不是傻子，对不对？有喜欢的人当然要有一定的表示，至于怎么表示，那我当然这个闺蜜又要给大家上课了，对吧？好，其实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是什么意思？桃树它不会过度的宣扬自己，但是人们会从它的树下走过。你真的以为桃李不言吗？其实桃李是个很有心机的人，他用自己的芳香，用自己花的颜色，用自己果实的丰满，去吸引所有人，慢慢的向你靠近。你让这边这棵仙人掌说一说。所以，我今天的建议就是，作为一个女生，你要利用好自己最强大的优势。远古时期，男人最强大的优势是追赶、跑、跳、碰；女人的优势就是编织花篮、设置陷阱，难道不是吗？那我今天就要给大家来怎么追，请大家掏出小本子来记了啊。第一个呢，就是你要擅长使用一切的社交工具。有一个广告词叫做“找老同学上人人网 ，too young too simple”。正确的打开方式应该是“老同学找人人网”。咱们呢，首先要通过微博、脸书、人人网、校内等一切可能的途径，先去搞清楚你喜欢的这个男生他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音乐品味、穿衣风格以及他的一些学识。那如果这个男生只会唱《我没那种命》呢？那就是一个非常值得追的有品味的男人。对。好，当你已经摸清楚这个男人的一些兴趣爱好之后，你的第二步就叫做慢慢渗透。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般深情始于点赞。你就要开始在他的每一个状态下面点赞。比如说，这个男生今天出去发了个旅行的照片，你说：“哇，你去的这个地方好好，我从来没有去过。”赞。如果这个男生今天发了一首歌，哪怕你很讨厌这个歌手，你也要说：“哇，你听歌很有品味，我喜欢他的另外一张专辑。”赞。长此以往，你就会发现你在他的生活里面越来越多的渗透了自己。这个时候，请大家不要担心男生会拒绝，因为男人这种东西，对于主动上来的女生基本上是不会说不的。OK， 所以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调戏他们。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女生啊要利用自己的优势，你要把自己身上的魅力发挥的最大，不要低头，王冠会掉，勇敢的让骑士来追你就好了。谢谢。今天最触动你的留言曾经是什么？最触动我的留言啊，那么多人骂你，我放心了。好的，然后正方下一位前来受死的是啊，1.9米几的啊。我刚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哎呀，我刚才听完了，确实是处在一个懵的状态。我听谁都对，我也有，我听谁我都觉得说的特别对，但是这位小哥说的那个，我觉得他还是在帮我们说话，因为他也是在讲了一个应该怎么去追，只不过就是换了个方法而已。所以我想举个例子啊，亲身经历。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女孩特别喜欢我，她想追我，但是那个一看确实不是我喜欢的菜。然后呢，有一天晚上她使了一个，为什么用菜去形容女孩子？哦，不是，哦，对不起，我错了，郑哥。给我次机会，郑哥。我站你那边。啊，这啊，我真没看出来您是站我这边。就是他不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不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然后呢，有一天晚上，完了之后，他放学之后，他自己偷摸在宿舍里喝了一整瓶白酒，然后趁没多之前就约我说咱们能不能去小树林走一走。然后呢，我出于一个绅士嘛，因为他自己出来，我担心他喝完酒会怎么样，所以我说那走吧，一块去出去走一走。然后走的时候，他就各种耍酒疯，然后拉我扯我呀什么，然后向我表白。最后呢，我真是被他感动了，但是我知道这个动机可能不太纯。你是感动了你还是感动他？他可能在我面前放不开嘛，因为他喝多酒，他不会有所顾忌，所以他就展现了他，就我喜欢的那面，他展现出来了。对，那结果对，反正他也不记得了。对，我是想说，其实女追男比男追女更有优势。啊，所以我觉得女孩不要去浪费这种优势，就像刚才老师们说的那个，我是觉得确实是男女现在平等。对，所以我觉得就要想去就应该勇敢的去追。来，请坐吧哈，谢谢艾伦。
马瑞开始了。对，谢谢大家。我刚才听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我们这边说着说着，好像有点承认那边的观点了。但是我仔细想了一下，其实还有一些很，实质上的一些差异，就是追不追这件事情，实际上没有人可以控制得了你。你想追，你可以追，但是我说的是该还是不应该，我给你一点建议。我们现在讨论的实际上就是方式的问题。比如说，很多人都想赚钱嘛，所有人都想要钱，但是赚钱的方式有很多。有的人呢是选择用自己的这种能力、才干，然后去得到财富，甚至是让财富来找我。但是有的人呢，可能有手有脚，但是他选择的是乞讨。所以我是感觉，女孩嘛，本来她就应该负责美丽、大方、善良、漂亮，她不应该做这么羞羞的事情。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男孩在一个女孩的面前不能够体会这个女孩的一种喜欢你的状态，我觉得是不是这个男孩的情商太低了，或者是你真的给不到他幸福，或者是你对他完全没有感觉，那你说他还干嘛要追呢？我也举一个例子，就是曾经呢，也在我的这个生命过程当中出现过这么一次这样的事件，女孩在追我，然后呢，我很开心，因为我享受的是这个女孩追我的过程。就是女孩，你要做这样一件事情，你要想清楚，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你是为了想要引起她的注意，然后有一个结果呢，还是仅仅引起她的注意？所以我觉得当初这个女孩在追我的时候，可能当时我们也在一起了一段的时间，然后当我们在一起了之后，可能你是在一起了还是没在一起？这里面没有可能。我刚才说可能了吗？对呀，对呀。你说可能我们也在一起了一段时间。对，这个就是一个区别。这个女孩她就觉得她已经跟我在一起了，但是我可能会觉得可能是在一起。我还是希望这个女孩啊，她不要去做这种很被动的事情，她应该去做挑的事儿。你们都来追我，我来挑，而不是我主动去比较尴尬的去做这件事情。对，我的观点是这样的。谢谢。好，谢谢。这个，我倒没想到，我以为艾丽会有犯这个大男子主义啊，没有想到马瑞同学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大男子主义啊，这千万要不得。艾丽说了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是吧？被拒绝了会伤心。你说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还是要追，换种方法追。你是觉得呢很简单，哎呀，追了以后呢，我没把你当回事儿，我会糟践你，对不对？哎，就是这样。不是糟践，就是你就是浅显的认证了自己是个人渣，对吧？啊，没关系。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女孩很简单啊。其他你们这3个人说的话我都不想听。我们有一句话讲得很简单：爱国不分早晚，革命不分先后，追求不分男女。简而言之什么呢？就是黑猫白猫什么猫也好，只要逮着耗子，它就是好猫。你说什么呢？你要跟我讲这么多过程，我们只看结果。老简单的一件事情，现在是什么社会了？开玩笑，哎呀，还羞了，开玩笑。你知道现在这些女孩有多主动吗？咔的就往上扑，你拦得住吗？我跟你讲，但凡现在这个社会上有个男的稍微长得像点人，有点小钱儿，手上拿个车钥匙出来，那个女的就八爪鱼唰一下就给你勾上去了。这种时候你们还不让我追，我一老姐姐，我等到什么时候去啊？哎呀，我的妈呀！别说到时候是骨头了，连骨头渣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管什么？只要男未娶，女未嫁，是不是？没有结婚，很简单一件事情。就算你名花有主，也带老娘来给你松松土。请叫我松土姐了，这集可以。难怪你的颜色看起来有点暗淡。他3年只开过2次张。来跟我这块田，我决定让你轻轻松松的上路，你们放心啊。甜甜，
你来帮小春哥解释一下松松土具体都做些什么？很简单，就是这个草呢，我们没有把它连根崛起，先帮你松一松啊，让你下面的根基没有这么稳固，带老娘来松松土，哎，没关系，你要是现在还不能理解，一会儿录像结束之后，我让范甜甜来给你松松土。讲这么多呢，就是咱们要落到现实当中来。现实中那些女孩是有多么的恐怖，大家心里都是非常清楚的，心知肚明。这一趴过啊，咱们现在讲第二个点。我觉得对方一直反对我们不要追男生，我觉得有点怪怪的，特别是前面这2个人。我总觉得你们2个人，哎，现在不看我是吗，潇潇？没有，正在想怎么弄你呢。在想怎么弄我。其实我觉得刚才艾丽说的有一件事情我非常喜欢啊，就她觉得这个捕猎的这样一个乐趣。很开心是不是？你不是要捕猎吗？你要出去狩猎吗？是不是？让我们在家里摘果子，你出去打猎物是不是？我就奇怪你怎么从来不问我喜不喜欢打猎啊？亚马逊战士。怎么着？老娘生下来就该配摘果子这么容易的工作呀？今天我就奇怪了，我没去新东方撬你算不错了，我就喜欢出去打猎，我告诉你。怎么着啊？对呀，那种围追堵截的一种乐趣，是不是？刚才花溪讲了很多这小清新式的追男生的方法，甜甜就18000种。我告诉你，女孩子也是要狩猎的，女孩子也要去打点猎物回来，在这个过程中是很开心的。我们举个简单点的例子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们玩游戏的时候，你每天要花时间去买装备吧，是不是？你要练级啊，你一步一步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去打 BOSS 啊，最终你看到那个大 BOSS 的时候，你爽不爽？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今天我要把你给干掉！哈哈哈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你累积了很多的经验，是不是？你有很多的装备，你给自己还升了很多的级，加了很多的血，哇，这个过程是很爽的。但是你想过这个 BOSS 的心情吗？他每天就这个山洞口走啊，好无聊啊。这个太牛了！这练到黄金圣斗士的人怎么还没有来呀？在门口剥个手指甲啥的，挠看头上有没有虫啥，吃一口啥的。你有没有想过，被等待是件老 boring、老无聊的事情，你知不知道？特别像我们这种职业女性，又优秀，长得又好看，你说，实在是工作有的时候太忙了，所以有的时候我非得主动出去，不然怎么样？我明天就打个电话，拍戏拍2、3个月我就走了，那我怎么办？这就算了。就怎么像这种比较可爱一点的表示感觉呢？我们去医院你也得挂个号，是不是？吃饭的时候门口有个领个牌子，是不是？这时候拿块板砖啪拍下来，告诉你老子对你有意思，等好啊，2个月拍完戏再来找你，别着急，先给我留着位置，先留着位置。所以说这个牌子得拿好。哎，其实我以前也不是这样子的。我生于一个80年代的女性，是一个很温柔、很公良贤德啊，也是像对面像，总觉得这男生是有点羞羞的。可是其实，在我的人生当中啊，我现在走心了，不好意思啊 ，Keyboard 老师，这是一个，这是没有，这不是戏，这是说了一件很切实际的一实话。我以前。可以换一个音乐吗？现在不用了，谢谢。就是其实老实说，在我30岁之前，我也是会觉得是羞羞，因为我们在我们这个年代的80年的女生是习惯于被别人追求的，我们都是小公举啊，不可能去。你们点好低呀，这笑真是的。不要破坏我的情绪啊！可是因为在我的人生当中啊，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改变了我的一个人生观和价值观。
的自然票数到91比9。这个范甜甜真是力量他比较快，巨大。他比较快。首先，我对于你的辞职表示无限的敬意，因为最近我也刚刚辞职啊。那你会对我好点啊？哎，好的。潇潇，你准备弄他吗？哎呦，没想到他最后给我来这么一手，我怎么弄啊？其实刚才大家听到甜甜说这么多，大家更多的是感动，但是说真的，作为他的朋友，我更多的是心疼。甜甜刚才说，她要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活。正是因为她有这样的想法，我才更不能让她主动去追求男生。因为其实刚才马瑞已经提到了，女生出手，男生很容易中招。在这里，我首先希望大家先忘掉我是一个男人的身份。对，就是大家不要把我和艾丽想成一样的人。好，甜甜刚才说，她说她要去练级，她要去打怪，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追求别人的过程当中，我们最终是为了跟他在一起，我们不是为了锻炼自己的打猎能力。刚才甜甜说，有一些人有一点小名气，有一点小钱，就有无数个女生这样抛上去，这样追上去。但是这样的女生为名为利，不是为爱。甜甜，你不是这样的人。而且甜甜刚才告诉我们，她说我作为一个女生，我就是要勇敢的去追，勇敢的爱，我要去享受这种打猎的过程。那是范甜甜哎，朋友们。今天如果你是我的闺蜜，或者你的姐妹在旁边，你们会建议她像范甜甜一样活吗？不是因为范甜甜不好，是因为范甜甜选择了一种比较极端，也比较只能适合她一个人的这样的生活方式。这样子需要付出很大的勇气。如果是我的好姐妹，我不会建议她做出像甜甜这样的选择，因为我怕她会受伤。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第一，为什么我不会建议你去一个女生去追一个男生？很简单，就是因为男生是一种不会 say no， 而且荷尔蒙非常旺盛的动物，而女生是一种非常有魅力，只要你使用对了你的魅力，你可以手到擒来的动物。所以说，当一个女生主动开口去追求一个男生的时候，她只要长得不是太夸张，哪怕她长得太夸张，其实关了灯都一样。所以我不让你们追，不是怕你们追不到，而是怕你们每次都追到，但永远追不到真爱。第二个观点，我不让你们追，是因为男生和女生在追逐爱情的过程当中感受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追求一个女生，我们身边经常有这样的女生朋友，抱着喜欢她的男生送给她的洋娃娃或者是玩具熊什么，反正就直男会选择贼土的那种玩具之类的礼物。好，出来炫耀，告诉大家，你看，这有一个男生这么喜欢我。但是大家试想一下，有没有哪一个男生会围着喜欢他的女生送他的围巾，什么发朋友圈自拍，告诉你，哎，你看，这是一个女生送给我的。因为大家要知道，一个男生他在恋爱过程、被追逐的过程当中，他是得不到快感的。男生追求的不是那种被宠爱的感觉，除了我。所以大家先忘掉我这个男生的身份。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一个女生可以尽情地享受别人追逐她的快乐，可是当你们奋不顾身去追求一个男生的时候，他感受到的是尴尬，不是快乐。刚才马瑞那个臭不要脸的，真的差不多把我要说的都说完了。但是呢，我要给他深入一下，就是转换身份。对，我现在要转换一下身份，我要给很多的男人进行一次 man's talk， 就是兄弟之间的对话。OK。因为其实今天我们说真的，如果我告诉很多女生，你们不要主动去追求男生，说真的，当爱情来的时候，你是冲动的，你是糊涂的，你是听不进去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宁愿去告诉那些自己被爱着却不知道的那些男人，当一个女生她爱上你的时候，她怕你真傻，但她更怕你装傻。所以我希望所有的男生想想花溪刚才说的话，没有一个女生会每天准时准点给你的照片点赞，给你的照片留言，因为你真的没有你照片里那么帅。也没有一个女生会每天无病呻吟向你请教各种问题，因为你也没有你想的那么有才。
你更不像这样的男闺蜜，能说会道、聪明可爱。所以，当有一个女生无止境的对你好、无止境的对你付出的时候，你要不要转换一下角度想一想，这个女生是不是对你有那么一点点的意思？所以，当你察觉到这样的爱的时候，我希望你不要装傻，不要冲愣。如果你喜欢她，就表白；如果你不喜欢她，你就跟她保持距离，不暧昧，勇敢、残忍地拒绝一个女生，才是你对她最大的温柔。不要逼到一个女生去追你，这件事情无关义务，无关责任，仅仅是一个男人的担当而已。谢谢。64比36，掰回来了啊！然后常远是该你说话了吗？我这个问题是女生应该追男生，对，因为我确实是亲身体会啊，因为我从小呢就是被女生追到大的，真的。这女生得长成什么样啊？对，因为大家也能看出来，我是属于那种长得挺漂亮的男生，然后那个确实有女生追我，而且我也不会追女孩，就是最早在聊 QQ 的时候，就是我3句话，人家那个头像就灰色了，就已经走了。然后后来就是我16、17的时候，我记得我去哥哥家，然后哥哥呢就带了回来学校的2、3个女孩，说我们一起玩。然后呢，我就当时真是紧张的哆嗦，然后我给我妈打电话，我说这一块做什么游戏？我不知道玩什么呀，我就说没什么可玩的，我说我想回家。那您说像我这样人怎么办？在那个如花似玉的年龄，那就找不着对象，所以说呢，我就一般就是等着女孩来，哪怕不用非得追我，就是主动一点儿，就是跟我说一下啊，然后那个一般的就能成啊，当然成的也不多啊，就那么几个，对。然后，所以我就是特别感谢那些追我的女孩，所以我觉得女孩还是应该这个主动追一下男生的。谢谢各位老师，谢谢。那你们是还要多一个人发言？再来一轮吧，啊，再来一轮。好。其实我刚才那一段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方法论，那接下来我就要出于我自己的私心，给大家说说为什么女生不要去追男生。因为你追到了则罢了，追不到受苦的是我们这些当闺蜜的人。我们需要听着你熬夜哭诉。深夜抹眼泪，然后打电话跟我聊到半夜3、4点，我还说，啊没事，他是爱你的，好挂了。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你知道吗？当然这是一个玩笑，其实它背后的机理是什么？女生在爱情里面都是带了放大镜的人，什么意思？女生会把自己的付出看成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为什么不领情？这是所有闺蜜会在被拒绝之后给我说的一句话。我为那个男生做了那么多，他凭什么这样子对我？我为他做了这么多，他干嘛要这样子伤害我？所以一段失败的追求经验会对这个女生造成非常可怕的自我评价错乱。其实你真的是一个好女孩，只是你不适合这一个人，或者这个人不懂欣赏你的美而已。但是，一旦你失败了，做女生的会对自己的自我评价彻底崩溃。我是不是不值得被爱？我是不是不值得拥有爱情？我是不是不是一个好女孩？我是不是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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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要在大半夜给她解决她一切的纠纷。希望大家的是，你永远都是一个值得被爱的小女孩。好了，我想先讲几个概念哈。第一个就是主动追，其实主动追我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我觉得比主动追更惨的是什么？是暗恋。你一直默默的喜欢一个男生，你带着那种爱的结晶能力，把他美化的不得了。其实你完全都不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去暗恋他。主动追起码给了你一个机会去了解他，你也有了一个主动性去筛选，去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是像这位光是占我的便宜，却不肯给我这份感情，我可以不要你啊，我有一个筛选的这个能力嘛。第二个，大家主动追，大家一直在跟我们说投怀送抱、打折促销。亲爱的，我觉得主动追不一定是打折促销啊，主动追可以是在线试读啊。有的女孩子是一本书，封面很漂亮，那可能我的封面长得这么草率和随意，但是我有内容啊，我可以走到你的面前去让你听听看啊。如果要是你觉得我内容还不错，对不起，试读结束，请买正版。然后第三点，就大家一直在说吸引力嘛。
就是他还说女人都是有吸引力的哈，其实真的很不好意思。桃李芬芳啊，我会盛开，但有些女孩子像我，像是一棵树一样，可能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盛开，我不知道怎么去吸引一个男生，我不知道我的吸引男生那个点在哪里，那怎么办呢？我妈妈有一句很伟大的话，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如果我不下场踢球，我永远都不会踢。你要有给我一个下场去踢球的机会嘛，这就是我们说的主动追的意义。然后我觉得最悲惨的并不是我去追我的男神，然后被他拒绝，最悲惨的是多年之后我偶遇了我的男神，他根本就不认识我，我在他的生命中根本就没有存在过。然后怀着这样的想法，我就开始了我第一次初恋。我的初恋有好几次，每一次我都觉得是初恋。然后我第一次初恋喜欢上一个古惑仔，真的是那时候流行嘛，喜欢一个那样的男生，为他写了一封长长的情书。让我很吃惊的是，这个吊儿郎当的男生就很认真地回了一封信给我，写得非常工整。他说：“我不能接受你的感情，但是你的信写得不错，你知道吗？你喜不喜欢我这件事情你不用坚持，但是写东西这件事情，请你坚持下去，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写得像你这么好。”这封信我一直到现在都留着，一个古惑仔。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原来追爱这个事情，它也会给我很多东西啊。起码我发现了我的才能，发现了我的魅力啊。大家是不是把女生主动追男生这个事情想得太苦、太凄惨了呢？好像我有一碗水就往外泼，往外泼，一直泼到我没有，不是这样的嘛。我觉得爱情的意义是什么？爱情的意义就是我要点燃我自己，去照亮我的生命嘛。爱情是本来我是一小把火柴，因为爱你，我可能燃烧变成一大把火把。爱情是可能本来我是一个胆小的人，我是一个害羞的人，我是一个没有勇气的人，但爱激发了我的无限潜能和勇气，我敢去追求我的爱情。也许在这个过程中你没有接受我，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获得了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就是为了幸福勇敢追求的这个能力，就是勇气嘛。然后这个勇气谁也不会带走啊，它会跟你一辈子啊，它属于你。就像我带着这个勇气走到20岁，我想喜欢电影，电影是我的一生梦想。然后我就大2，我就辍学了嘛，一个人到北京电影学院去做旁听生，然后才能做到我现在职业，一直走到现在。在20岁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简单的念头，就是爱我都敢主动追，梦想我凭什么不敢追呢？然后当我看到《冰雪奇缘》，我们都看过那个动画片，对不对？史上第一个女公主，她是没有男朋友的，对吧？她妹妹史上第一个公主拒绝了王子。我明白，其实你一个女孩子，你也应该去主动选择自己的人生，选择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选择你去爱什么样的人嘛。然后最后2句话就结束，就是我觉得在我追爱的这条路上，我追到最好的那个人就是我自己。然后，爱情是老天爷给我的奖品，如果有就很好，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因为在我的生命里，我是我自己的女主角。谢谢大家。来，如晶，你想啊，如晶，你有追过别人吗？没有，所以我们还是按社会经验来谈一下。对，这很简单嘛。为什么我们讲不要主动去追？你想一下，刚才帮你讲得很好了。如果你追她，其实女生一开始真的是会害羞的，所以当她想要主动去追一个人的时候，她已经是鼓足了勇气，而且这男的一定是她非常喜欢。一个女生是在非必要时候都不会想要主动去追一个男生，但是主动追一个男生换来的结果却是不好的。吃东西很简单，如果今天超市免费派送一些食物，主动请你吃，你就随便，饿的话就吃2口咯。如果是喜欢的食物，你也吃2口咯。如果不喜欢，你也就算了。这就是男生在女生主动追他的时候会有的态度，就是免费送上来，想吃就吃，不想吃就算。但是身为女生的我，是在非必要时候鼓起了勇气，看了《冰雪奇缘》过后，才决定要追的。而你的态度是把我当成超市免费的食物，所以讲主动去追，反而让你这一份你这么想追求的爱贬值了，因为男生对待这份爱的感觉不一样了。所以我认为，
如果你想要去追，真的遇到一个很喜欢的男生，不要让你这一份爱情贬值。如果你是一道菜，可能你不喜欢这样形容，但是我现在讲着我自己哈。如果我是一道菜，这样就不要主动请别人吃，把自己炒得特别香，让别人觉得你很香的时候，主动来吃你。如果你够香，够吸引人，别人会主动跑来吃你，还要因为你很香，所以他要珍惜你。不要把自己这么想要的一个男生，这么喜欢的一份爱情贬值，让他主动过来会更好。谢谢。吴京说得好，中国人说食色性也，能把这两者完美统一在一起的，除了颜如晶，我还不认识第二个。这个。其实如金刚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是主动追一个人会让你变得卑微，让你的爱变得很卑微。但是老实说，有句话说得好，他说爱是什么？爱就是滴到尘埃里，然后从尘埃里再开出花来。老实说，如果是真的喜欢的话，卑微一点又何妨呢？如果我真的这么想跟这个人在一起的话，我对他的感情这么强烈的话，我就试着放低一点身价，然后去尘埃里面找我那朵花，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最后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男生在爱情里面比起装傻，更多的情况是什么？是真傻。什么意思？祝英台如果不去追梁山伯的话，梁山伯会知道祝英台喜欢他，他还在每天晚上深夜梦里徘徊，在追问自己的性取向，为什么我会喜欢一个男人？对啊，他连祝英台是女人都不知道，你还指望他去主动追祝英台？所以面对很多智商和情商都不是特别高的男生，女生主动一点有什么不好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某些激进分子的鼓噪下，进入一种误区，叫做只要男女平等了，男女就必须一样。我们论证女生顶天立地了，我们就必须枭雄明志。我们要论证，只要女人跟男人一样了，那我们浑身必须长满腿毛。浑身长满腿毛。也是不容易啊！也是不容易，不容易。对，你敢穿裙子，你敢化妆，你敢打扮得像范甜甜或者范冰冰，那就是你想刻意取悦男人呐，你背叛女性群体呀！可是各位，你们发现了没有？这个其实一点都没有争取到你的权利，或者说你这样争取到的，长了腿毛、穿了西装、邋里邋遢，跟男人一样的生活，并没有使我们女性更快乐啊，是不是？所以权利。男女平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男性和女性都有权按照最适合自己的方法去生活。什么意思？男人是天然的捕猎者，这并不是一种性别歧视，这是一种基因筛选。什么意思？从远古时代，只有比较擅长捕猎的男人才能活下来。没事儿老逮不着猎物那波，现在都已经成为猎物的食物了，对吧？比较擅长设陷阱、摘果子的那波女性，她们的基因才能流传下来，不然的话，她们全都在陷阱里面成为别人的果子了。所以这是一个基因选择，这是我们男女最适合的生存状态。我们让花儿是花儿，我们让树是树，我们让天空是天空，让每一种生物、每一种植物、每一种动物，这世界的每一种因素，都按它最舒适的方法舒展开来。女生不应该去追求男生，为什么？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这是我们最舒服的状态，何必为了那根本不存在的权利而刻意去呐喊呢？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平权主义者的话，在职场上去跟男人争，在事业上去跟男人争，在社会上去跟男人争，永远不要在两性关系上把它搞成一场战争。谢谢。陈明，对方4位都很狡猾，追有明追，也有暗追嘛，有傻追，也有巧追嘛。对方说的追是那种傻不拉几敞开追，那就没有那种阴阴柔柔的技巧追呀，还是追。所以对方说了半天，说的都是追，太阴险了。
第二件事情，回应一下如今刚才的例子，摆在我们桌上的鼓励多呀，我们没有给过钱，我们每个人天天在喝，我没有为我喝的这一瓶付费，而且他们得给我们钱。对，这一罐鼓励多绝对不因为我没有给过他钱而自我贬值。追这件事情真正的不在于价值的贬值，在于一个机会。你知道我第一次录完这个节目，喝了一罐鼓励多伊利燕麦牛奶之后啊，我真的回去买了一件。为什么？因为他喝了不饿。他如果不免费让我喝一次，我这辈子都不知道他这么厉害。你当时是开着那辆狂拽炫酷哪儿炸天的东风标致308S，突然想到了这一点吗？不，我是把我在超市买了一件之后，就放到了308S的后备箱里。对，然后，当然你后备箱里当然还有那个 M 豆嘛，那是肯定。M 豆和雅哈咖啡啊。对，然后当我把这些吃完喝完，你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起的时候，你是多有范儿的一个人啊！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我有注意到，今年一开始大家逃得特别嗨，所以马老师中间这4盘没有念，我帮您练一下。对，顺便告诉一下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很多东西免费的就会贬值。超市傻呀，他知道大家免费就贬值，天天给大家免费试喝、免费试吃啊，一个机会，你只有主动一次，开一次口，在他生命中写下自己的名字，才有那么一个机会让他试一下了解你，没准儿就喝到家里喝一杯子呢，谁知道？好，谢谢。好，我们就到这儿吧。我们所有观众现在还有机会来做最后的选择。我们也请我们今天双方团长，还有中间一直在练字儿的这个山鸡哥啊，这个来表达观点。谁先说？是康永哥先说吗？好。这想选择的是少的，其实也就是跟康永哥是一队。对了。然后金姐是多的，那谁先说？多的先说，少的先说。少的先说。少的先说，我先说。啊，来，嫂子先说。来了，嫂子先说。嫂子先说。大哥呢？少的先说，少的先说。我认为啊，谈恋爱找伴侣肯定是要找恋爱经验少的。如果你找着一个恋爱经验多的，那就说明把你人生的主动权主动放到人家的手里。那很多人说大兵啊，你不能这么说话呀。那怎么搞个对象就是干仗啊？非得分个你死我活呀，鱼死网破，一争高下呀，并不是这样。我觉着两口子过日子，最起码得有一个你来我往，相互对上夹，我们才很开心、很快乐嘛。那反过来说，什么是恋爱经验？恋爱经验，我觉着肯定不是一个基本的技能，它能让一个男人阅尽无数女人之后变得非常的刚强，非常的狡猾，也能让一个女人变得假戏真做，滴水不漏。换句话说，你刚说完上半句，人家都知道你第10句要说什么。你带人家去看场电影，人家之前都看了6遍了。电影演到最关键、最激烈的时候，你还得假装没看过。你说：“哎呦我的天哪，妈呀，他就是凶手啊！”所以说，我们这恋爱找伴侣要找的是什么呀？我们要找的是情投意合的，能够相濡以沫的一起过日子。你的伴侣之前有那么多的人搞过那么多的对象，你敢跟人家相濡以沫吗？婚前的事儿咱就不唠，咱聊聊婚后的事儿啊。结婚之后，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旧情复燃了，指不定什么时候恋人又触地反弹了，指不定又什么时候晚上微信咔咔又响个不停了啊。所以说，我是这么想的啊，这个时候你要是找一个私家侦探的时候，人家得收你5倍的价钱，人家得这么说：“哎呀，我哥呀，不好意思，你这人太多了，我没办法锁定目标啊。”所以说，你的人生主动权还在你的手里吗？人家那是人生的赢家，你充其量你就陪人过家家呢。我不否认说，恋爱经验多的人，他肯定就是不专一，不是，他也肯定是有他专一的一面，他很爱他，但是他能抛弃之前的所有前任的这些记忆吗？你比如说，你跟现在的情侣，你们2个人坐在一块儿，在家里边想回复一下之前的青葱岁月，看看照片你的伴侣把电脑打开以后 ，A、B、C、D 一盘的硬盘里的东西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隐藏文件夹你删除一个崩出来一个，删除一个崩出来一个。我跟你说，点击出来之后，不是艳照就是视频啥的就算他看着一个你跟一个异性俩人握手的照片，他心里都会合计是怎么回事。我跟你说，最狠的是什么？最狠的是
你们2个人去买结婚戒指，选完了之后准备要付钱的时候，服务员悄悄地告诉你，给你打8折啊！请注意，不是给全场所有的人哦，只是给你打8折。你心里不合计合计咋回事啊？来过好几回了。对呀，所以说嘛，最后总结一句话就是，如果说你找一个段位比你强的，恋爱经验比你多的，那么就是你被人卖了，你还帮人数钱，还不能数错。谢谢。反方现在已经涨到63票了，但是你好像有个问题啊，你要的不是少的，你要的是没有的。对，我个人是喜欢，确实是没有什么都没有，一张白纸一样。你的处女情节还那么严重呢？哎，不能说呀，不能说呀，不让说呀。这能说，这能说，能说吗？这啥都可以说。太是了，真的。就是包括我的妻子也是处女，确实是这样。现在还是吗？你也对这感兴趣？是。问问，随口问问。好吧，来，我们正方2位先来。我先来吧。花喜，如果爱情是一次航海的话，一个经验多的人是一个老船长，而一个经验少的人是一个新手。爱情这场航海当中，有很多我们看似表面平静的地方，有很多不知名的漩涡，还有很多不知名的暗礁。但是老船长因为经验多，他知道他在掌握这个舵的时候，什么时候该抓，什么时候该放。那就先来看看什么时候该抓好了。如果你的女朋友今天一天没有怎么给你发信息，而你也没有主动找她，然后晚上你突然问她，你说，哎，今天怎么了？没有找我？她说没事。经验少的人这个时候回一句，哦，那洗洗睡吧。这个时候女生是不是都懂了？你们知道问题出现了。如果你回了洗洗睡，那你真的就洗洗睡了。但经验多的人这个时候会开始想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并且会去想怎么去解决这个错误，哪怕是及时冲到这个女生家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经验多的人去维护自己感情的方式。那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时候该放。自己有男朋友的女生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男朋友突然有一天整个人精神状态不太对了。大家千万不要多想，男生的智商真没那么高，可能只是早晨 DOTA 连跪了13局而已。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男朋友有什么事藏着掖着不告诉你们，也千万不要说亲爱的你怎么了，你一定要告诉我你今天心情到底怎么样，我是真的很爱你的，你告诉我呀，你要跟我分享你的心情。先把唾沫擦擦吧。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去逼你的男朋友跟你分享，那你男朋友就想跟你分了。什么问题一笑而过，什么问题追根到底，这是恋爱经验多的人才能掌握的尺度。爱情不是像你说的一样，为了图个省心，不想跟你斗，而是图个长远。有了这个长远，就是一个老舵手走得越来越远的原因。说完了，谢谢。好的，棒棒的。是吗？抬举我了。巴西刚才讲的这一串话当中呢，出发点很有趣。你说女生一讲到说我没事。你觉得好的情人是要追问说到底发生什么状况？你先反省这个错是自己犯的还是女生犯？如果是自己犯的就认，如果是女生犯的也要把它揽到自己身上，然后去认。哦，对，宠爱着女生。花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康永哥就在这第一轮里面对你有点手下留情。他是那边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哎呦，好像还有一种合作。正反方一辩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都挺强的，都很强啊。来吧。反方，哎呀，我先给你鼓掌，我先给你鼓掌。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位上节目的来宾还在坐月子中的耶，也不会有第2位了。我刚才听到花溪说了，你认为说好像恋爱经验少的人就好像是恋爱小白痴，是不是？一定是小宅男、小处男，什么都不懂，也不懂得哄女生，对吗？恋爱经验少的人也未必是这样哦。像我这样的女生，我阅人无数，看男人看得可透了，我一看就知道你是几斤几两。但是为什么我恋爱经验这么少呢？因为我不轻易出手，我是一个特别慎重的人，所以我对感情特别在乎。这就是挑西瓜理论。比如说，这是一个西瓜，像花溪这样的男生。你离他远点，你离他远点啊！他帮我一身奶，是不是？对。像花溪这样的男生，他看到这个西瓜，他不知道这西瓜熟没熟，他就一定要买回去，剖开来一看，白的，哎，扔掉，不要了。我再买一个，一直买到我满意的为止，对不对？像我这样的女人，我只要
一敲我就知道这西瓜熟没熟。我只要说把这个西瓜看2眼，我就觉得不给力。哎，这个西瓜可以，所以我就找这个。可是他阅人无数，经验又少，经验他是说他见识广，可是经验少。恋爱经验多，并不等于你社会阅历广，是不是？恋爱经验多，只能证明一件事。你谈了100个人，100个人都没有跟你在一起，证明什么？你情商超低，或者是你是要出来的玩咖？哎，你这样的人怎么适合做伴侣呢？亲爱的花溪。亲爱的，爱情的经验只能从爱情里来，不能从社会经验里来。对，爱情的经验只能从爱情里来。所以你光看男人没有用，你得用男人。那我想问你，我谈恋爱的经验是为了什么？我是为了当恋爱大师出恋爱宝典吗？当然不是，我是为了能够找到一个爱我的人，是不是？好，谢谢郑真。我要补充一下郑真的这个背景，她是立志要找到自己的幸福的另一半，就是她现在的老公，所以她4年的时间一直出没于各种相亲节目。所以就是恋爱经验不能从社会上来，但也可以不从恋人身上来，可以从相亲节目里面来。你只要能够站到那儿4年不灭灯，弄不好就会很有经验，是这样吧？好，鲁经理请。我的经验嘛，就是社会经验来的。香就是他的社会啊，黑社会。社会经验嘛，我的社会经验是哪里来的？就跟我挑餐馆的经验一样的。你们各位想一想啊，如果一个餐馆是很多人进去吃的，是不是你也会去排队去吃？一个没有人吃过的餐馆，你是有多饿，你才想会进去吃那家餐馆？讲的，我们要靠社会经验，我觉得还是挑经验多的。如果我不看挑餐馆，我不是顾客，现在我是厨师，这样厨师喜欢找什么样的顾客？如果他是一个从来没有在外面吃过牛排的人，他吃了你的牛排，说你的牛排真大。哎，如今牛排一般不用多大来形容。因为没吃过。你的社会经验到底是从哪儿学的？牛排很大。他说你的牛排很好吃，可以吗？他说你的牛排很好吃，这个赞美值得你开心吗？他从头到尾只吃过你一家的牛排，可能他品尝下一家就马上发现你不好吃了。但是如果他是一个美食家，他吃遍东南北，出过国回来，说你的牛排才是我吃过里面最好吃的。这个评价是最值得你开心的，是，因为他是一个真的美食家嘛。所以凡事我们找一些没有吃过的、没有经验的，只有一个原因罢了，我们不相信自己，没有自信。而我们确定，这老奇葩们都是有自信的人，我们是有料的，不怕货比货，只怕不识货。这都什么货呀？你是摁了哪儿的电门，把他们都电起来了？有问题吗？我说的没有，棒棒的，棒棒的。你继续吃你的大牛排。哎，所以我其实要讲完了，就是有料的人不用怕，尽量找经验的人品鉴一下你们自己。谢谢。饭馆的这个比方啊。第一层面上很容易迷惑人，但是谁会一辈子天天老吃一个饭馆的一道菜呢？他试过后觉得你真好吃的时候，那你也不会天天吃这同一道菜，而且在试的过程当中，他有可能发现有比你更好吃。你现在天天不吃同一道菜吗？对呀。对方辩友，不要把多和少夸张成有和没。
我们说的是多和少，不是说的有和没。理想状态是几菜几汤呢？对方一遍二遍都在把多和少对立成有和没。我们并没有排斥有经验，但我们排斥的是经验太多。像你这样天天在外边吃菜的要当心啊，所以长成这个样子，知道吧？我最近都是外卖。改风格了。胡天宇，好，胡天宇，你看看你的目前的状况啊，27。我看不见啊，我没眼看。因为如今刚刚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广泛积累的人，他来说你好，等于是他带着最准确的意见来评判你这个人是真的好。可是要搞清楚一件事，我谈恋爱不是出来卖产品，我不需要大众的口碑，我只需要他眼里面我够好就可以了。所以不管我是在经验少的人眼里面好，还是经验多的人眼里面好，只要他觉得我好，他就是真的好，懂了吗 ？OK， 第二个点，餐馆是难吃的那些去的人多，还是好吃的人去的人多？你们回想一下你们的生活，会发现其实真的是难吃的多。我们想一想，麦当劳、肯德基、兰州拉面、桂林米粉开的大江南北到处都是，哪一个好吃？真正好吃的米其林3星，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敢说自己吃过？懂了吗？这个世界上越是好的东西，越少人得到，什么意思？这叫奇货可居嘛！我干嘛要让你们所有人都尝到我？老娘做坏身价不是？这个很奇怪。老娘？不，是因为我接下来要举的例子是林志玲 ，OK？因为我想说的是，林志玲她的恋爱经历可能比这个场上的任何一个女生来的都要少。只是她站在这边一发嗲，在场哪个男生不想上来抱抱她？所以懂了吗？餐馆其实最少人吃的是什么？不是那些特别难吃，那些早就倒闭掉了，是那些其实特别好吃，但是我偏偏不让你吃到的那一些嘛。OK， 那接下来就理一下我们这方的论点。我们今天要破除大家的一个想法，就是花心那个想法，恋爱经验多的人相处起来会比较轻松。不对，我们要搞清楚恋爱经验多是什么意思。都是20、30岁的人，对不对？我们俩活的寿命差不多，我谈了1、2个女朋友，你谈了10几、20个女朋友，说明什么？我交一个女朋友的时候，你已经交了10个女朋友了。恋爱经验越多，代表你每一段恋爱时间越短。换言之，一个恋爱经验多的人，他其实和伴侣的相处经验是越少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曾经6个月的时间，谢谢，6个月的时间换了12个男朋友，长的2月，最短的才2天。这样的他能有什么相处经验？他是会照顾你吗？他会哄你吗？你们俩还没好好相处就已经分手了呀？你还想说等我女朋友来大姨妈的时候，我好好照顾她，让她感受一下我的温柔体贴？大姨妈还没来，女生先走了。你们以为恋爱谈得多就会锻炼到相处的技巧，其实没有。你充其量锻炼的是什么？是勾搭的技巧、约会的技巧，甚至是约的技巧。到最后，你们以为你们学会了体贴的知识，其实只是学会了体味的知识而已。OK， 所以我们会发现，恋爱经验多的人有一个共性，叫什么？他们很容易跟你相爱，但是你就会发现你很难跟他相处。因为恋爱谈得多，无非就2种情况嘛。第一，他不停地甩别人，哇，这人有够口味刁钻，这样谁都满足不了他。而且看到没有，这个人一定是非常没有耐心的人，因为他不愿意跟任何一个人磨合，他习惯了不好就换，简称把底无情。那第2种情况呢？OK， 那第2种情况就好了解的多，就是别人不停地甩他嘛。那这个也超容易理解，就肯定是他是个烂货，所以大家才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嘛。所以我们要总结的就是，恋爱经验多的人，他往往外表光鲜亮丽，让你很想接近他，很想跟他在一起。可是在一起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世界上有种人叫什么？叫金玉其外，但是败絮其中。相处过了你就知道痛。谢谢大家。胡天宇，逻辑严谨啊，也有金句，把无情。干嘛？你要拔相助吗？拔刀相助吗？拔刀相助。你比我离开老东家离开的晚，但是你变得更快。对，更彻底，更彻底。他那点小论断啊，行，站起来，来。对，你要放出如此猛兽来啊！那当然了。首先呢，我要纠正一下对面3位极其错误的价值观。说实话，我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竟然会在奇葩说上纠正别人的价值观。
我也不相信。首先，我们的第一位朋友告诉我们，如果你跟一个恋爱多的人去谈恋爱，我的妈呀，他看了6遍，还可以跟你演说什么？哎呀，什么鬼，什么大 boss 什么？亲爱的，这样恋爱经验多的人都能被你发现，看来你恋爱经验也不少啊，朋友。第二个朋友。先去拍了拍他的头，说：“我看他一眼，我就知道他是不是恋爱经验多的。你是仙女儿啊！”然后呢，他又拿起了这个男生的手。亲爱的，一般看一个男生的手呢，看的不是他的恋爱能力，看的是别的能力。OK， 再说我们第3位朋友，他说：“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喜欢我呀。”我只要找到我的真爱就可以了呀！你以为你命这么好呢？找第1个人就是你的真爱，你要不停的去试好吗？试完之后不好意思，变成你们口中那种经验多，你口中的烂货，然后你又说什么？林志玲是恋爱经验最少的，她一发嗲，谁受得了？那是林志玲耶。如果让马薇薇起来发个嗲，我受不了，我想吐。最后呢，总结一下他们3位传递的一个非常错误的价值观，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世俗眼中所谓的禽兽或者烂货，你是不配去爱的。那就告诉大家一个什么样的道理？我老公打我，我不能离婚，我离婚我就成经验多的了，对吧？我男朋友劈腿，我不能离婚，我不能分手，不好意思，我分了手我就变成经验多的了。那如果我们在感情生活当中遇到挫折，那我们应该怎么办？赖着呗。你不能分手的，你成经验多的你就成烂货了。迫不得已的。你这哭是出于没有错，甜甜接的非常好。很多时候，我们是被分手，是迫不得已的。任何一个禽兽都曾经遍体鳞伤。说完经验多的人的好处，我们再来说说经验少的人的坏处。经验小的人怎么了？玻璃心，你不敢跟他分手，分手成本太高，一哭二闹三上吊。如果是一个经验少的人，比如说，哎，亲爱的，我很难得要拿你举一次例呀。假设有一个禽兽跟我的宝贝分手了，按照如今的性格，我们假设啊，当然你一次就会遇到真爱的，宝贝。为什么他就一次碰到真爱？因为他是宝贝啊，是。好，我们所有人都会帮他把关嘛。啊，好，那永远找不到人。这个关太难走了。对，如果像如今这样的一个女孩被人欺负了，这个坎儿她是不那么容易过去的。在社会新闻里，听清楚是社会新闻，很多人为了失恋、自杀、跳楼、泼男友硫酸，这些绝对是恋爱经验少的。恋爱经验多的人，你分了18次手，你还来这一套，怎么没进去呢？所以，一个好的恋爱对象，应该是在恋爱的时候活儿好，在分手的时候不粘人。谢谢。好，这个是6个人里面最后一个发言，基本上搬回到初始状态。不过潇潇啊，这个恋爱的时候被分手表现得不好的人，恐怕我认为跟个性比较有关系，不一定跟经验有关系。像如今这么豁达开朗的人，他就算被人家甩了，我觉得他吃一顿也就过去了。所以我想让那个后排的陈明帮助你们反方来总结一下你们的观点，好不好？其实这个题目最重要的是前面2个字，大家都忽略，叫伴侣。到潇潇那儿已经讲的都是谈恋爱了。他说谈恋爱的时候怎么样，分手的时候要不粘人，找个伴侣的时候还要考虑人家分手技能，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其实这2个核心分歧在这儿。想找一个谈恋爱经验多的人，归根到底是爱自己胜过爱伴侣。你看他们那边要么说的话，哎呦，人家什么都会，这是一个偷懒的心态。简单点说，就是他什么都会，所以他对我好，我轻松，我方便。归根到底是我要好。而刚才包括金星老师，包括花西有说，那是一座高山，那是无数人去过的餐厅，那是一个证明自己价值的地方。换句话说，我征服了那样一个对象，说明我牛叉。归根到底，落点在我。要么我爽，我偷懒，我舒服，你什么都会，你对我好，姿势也全；要么我牛叉，你看这样的高山都被我
踩在脚下，看起来是在挑伴侣，归根到底是在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样的爱情和这样的理念，说实话走不了长久。但是如果你选择一个恋爱经验少的人，是希望你们两个人共同开创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和生活。如果你想一个狂风暴雨的海面，想要证明自己水手的牛叉，想要证明自己能征服所有的风浪，想让最后所有的东西都能从天上掉下来，而不是自己栽培出来的，那就选一个经验多的，也挺好。最后你自己可以活得也挺快乐，有点自私。但如果想要一段自己双手亲自去创造的人生，种出自己的果实，开创自己的幸福，选一个经验少的。谢谢大家。一顿饭吃完了，来这么一碗鸡汤，真的是补啊！如晶，其实总的来说，不管这个经验是从次数累积回来的，还是从时间的长短累积回来的，就好像对方今天告诉我们的，他总是认为你经验一多，你的爱情就会贬值；你经验一多，你就是某部分出了问题，只是多这个次数就出了问题了。老师还来个鸡汤给我们，说我们这里都是有自豪感的人，想要从征服经验多的人身上获得自豪感。可是我们说的东西其实很简单，就是爱情不要因为有经验而次数贬值而已。不管你经验多还是经验少，我们不怕你次数变多，不怕你时间变长。你说的是什么？也不怕你岁数变大。对，哪怕他是在夸大。对。你好好的做结论，你戳他一刀干嘛呀？没事没事，我自己都乱了，讲太多。讲到牛排，该讲牛排了。不是，薇薇姐姐。你也太方便了吧！这个好，这个好。无缝切换，切换啊。OK， 陈明说啊，我们之所以愿意找经验多的人，是因为我们自私，希望这个人服务我们，因为他经验多嘛。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些人经验多，无论次数还是时间，有可能不是因为他人坏，有可能不是因为他有缺陷，有可能只是因为他命不好。有些人在爱情上是比较惨的，没有办法，你总会在有一些方面特别黑，所以我们会去爱这些经验多的人。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是我心疼你？你这一辈子受了这么多苦，能不能让我来补给你？所以找经验多，不等于找一个为我服务的人呢，陈明。这是第一点。带哭腔。第二点，因为是这样的，当鸡汤遇上鸡汤，这个时候汤都没了，两只鸡漏了。第二点，你说你想找一个经验少的人，是因为你想呵护他，你想保护他，显得你们好像很无私。不是，你爱的不是一个独立的人，你会呵护什么？你会保护什么？你会保护你们家的小狗狗、小猫猫、小孩孩，你没有把它当成一个成人来尊重，对不对？你在养花养草啊，可是他是一个人，你要跟他相处，你要跟他沟通，你不要把他当成一个小孩子来进行养成。所以不要把你们这些养成狂魔当成鸡汤党，也不要把我们这些愿意真正去体会人生的人当成色情狂。谢谢。一句话，找伴侣这个事儿是这样，是过一辈子的事儿。我们养成的不是那个人，是那份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和生活。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思达。我觉得我不说话好像这边有点危险了，是这样。说话可能更危险呐，也好有范儿啊。我们曾经误以为经验多的人可以把他们的经验带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内，他原来培养出的技巧可以应用在我身上。其实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与他对路，与我不合位，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技巧与经验无关。那么就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今天双方应该考虑的问题：经验多的人和经验少的人心态不一样。我们要了解这两种人的心态。
经验多的人，他什么心态？比如说甜甜姐，经验十分的多，她内心现在只有一个字，那就是苦，对不对？她苦，所以当你去爱她的时候，她突然间发现了自己的天使降临在自己的生命之中，去努力的爱我，对不对，甜甜姐？太累了。好，如果我们经验少的人，他是什么样的心态？可能是如今看到你这么爱他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也许会说，世界这么大，我还想去看看。对，所以奉劝对方的几个人，找经验少的人，你很有可能成为他下一个经验。谢谢。好，来，方妮。我觉得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哎，就如果一个恋爱经验多的人，他的心里很苦，那你是要给他多少甜才能填满他那个苦啊？你才能挽回他那个心态，那颗受伤的心啊？但如果我恋爱经验少，我就傻白甜啊！你给我一点甜蜜，我觉得好甜啊！你给我点阳光，我觉得灿烂啊！恋爱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最珍贵的那个过程，不是享受那个结果，而是我跟你一起去磨合的那个很珍贵的过程。因为爱最重要的不是我们俩一起慢慢变老，是我们俩一起慢慢变好。这个在一起的过程，这个艰难的过程是最珍贵的。方妮很厉害，但是有一个逻辑漏洞，他心里有那么多苦，你得用多少甜去填满它？不用，他心里的苦越多，一丝甜就能填满。对，谢谢马老师。要心里多苦的人才说出这个体会来啊！在我们全场观众投票之前，让我们来听一听双方导师总结陈词。谁先说？你决定。金姐先说吧。好，我先说，引用一下那个陈明那句话，关于自私这个词。我觉得，在我找到伴侣之前，我对爱情的要求一定是自私的。因为爱情这个话题不是共有的，不是一个公社。然后当我找到那个人的时候，我该无限的付出。爱情的经验一定是，它是通过经验来积累出来的。比如说伴侣的耐心，包容，将来在一起生活的分寸、把握，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我们目前来讲，学校不会教你的，爸妈说的也很少，只有靠你自己的经验积累。去得到你想找到的那个人和你所需要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当我碰到一个有经验的人的时候，他告诉了我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我在分享他的经验的时候，我也在成熟。我这辈子没有崇拜过一个人，我只崇拜我先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男人一有胆量，二他有品味。他各国女人转完了以后落到我身上了以后，我觉得哎呦，这个男人有品味呀。他太有胆量了。生活是有味道的，而并不是白纸当然好了。但你如果是给我一张白纸去选择，给我一本书手里拿着，拿纸和拿书的分量能一样吗？好，谢谢金星老师。蔡团长，我谈别人的爱情的时候呢，不太喜欢把它当战略。我觉得我都是希望能够抱着祝福的心啊，找一个伴侣，目标是变成幸福，而不是变成成功啊。这跟做生意是不一样的。人生归结到最后，最珍贵的只有一个事情，就是回忆。我跟潇潇有什么差别？我跟如今有什么差别？我跟花溪有什么差别？我们到最后差别就是我们人生累积的回忆而已。我们到闭幕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天，我们拥有的最珍贵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是回忆。所以刚才新咖这边主张我们要选恋爱经验少的人，他们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不想掺杂在某一个人的一片回忆的大海之中，我们想要跟他拥有独一无二的回忆。我今天从来没有一次是抱着敌视的立场在看恋爱经验多的人。有一句话让我觉得很心酸的，这句话说，如果你认识当初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这么糟糕吗？那是因为我当初受过很多伤害。我对于恋爱经验多的人，有的时候真的像你们所说的，会觉得怜悯，就是他怎么那么辛苦。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我遇过一些恋爱经验多的人，他们常常让我觉得，他们背后藏了一片满目苍夷的战场。
我好像走过很多地雷炸出来的洞一样，在那当中想要栽培出一朵玫瑰花来。我不觉得那些回忆不珍贵，我只是不想要我的回忆掺杂在这么惨烈的回忆当中而已。我觉得能够遇到恋爱经验少又能够成为伴侣的人，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您当初选择的是，又来了，不是，我现在怎么不能问问题了吗？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在听大家讨论这个恋爱经验多少的时候，我想起这么一个我的领域里的事情。通常我们说一个优秀的大牌的球员，他一定得累积一定的比赛经验，他不会是菜鸟第一年啊头10场比赛就非常的优秀，他一定累积了100场、几百场、上千场，打过若干届的大赛，见过多少大战阵，他才成为顶级的球星。这是积累的什么经验？它是一个专项技能经验。我特别同意康永兄说的，恋爱不是一种技能。如果我们把恋爱当成一种技能，找伴侣当成一种技能的话，你可以理解为床上的技巧，或者怎么样。我觉得那样是错误的。其实最终，肉体的欢愉只是短暂的、初期的，到最后两个人如果真的成为伴侣的话，更多的是如何相处，生活当中的很多的技巧，如何面对他的脾气，如何协调他和我两个人各自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两个人在工作社会当中的角色，与我们两个人这个二人世界的关系，其实这种不是你需要恋爱很多次才能够获得的经验，这个跟踢球是不一样的。踢球真的是越有经验的人可能是越好，但是也有很多踢了一辈子也踢不出来的啊，就改解说了呗。